在这颗星球上，无数的文明更迭，人类的每个文明都不断在物质与精神上发展、提升和轮回，一次次的毁灭，一次次的重建。有的人迷失在物质世界，有些人选择探索真理。尽管真理难寻，修行的路充满陷阱与诱惑，让人失去方向。但有些灵性修炼与修行的精髓，如琥珀般被保留了下来。他们在这场大游戏中，在各个文明中，在各个朝代中，因着机缘而出现，也因着各种条件而消失，等待再次的出现。这些教导总是超出与突破当朝人们的制约以及既定的思想，故对于人们而言，总是难以理解的神秘。欢迎来到琥珀神秘学院。大家好，这里是琥珀神秘学院，我是阿吴。上堂课我们说到了现代灵性修炼的人们都不肯好好的练练基本功，其实也不是全部都是修行人的问题，也和传统宗教的体系的发展与演变有关。若要说禅密要法经的白骨观法门，阿吴就不依照着经文翻译解释了。经文的部分大家可以自己在网络上搜寻即可，该经对现代人最主要的贡献也是有效解决失眠的问题。压力大，睡不着吗？还在数绵羊还是吃安眠药吗？大家只要念念禅密要法经，保证5分钟内就可以进入梦乡了，效果强于楞严经哦。古代经典到了现代，终于找到它转型的方向了。好了，开玩笑，因为我知道许多经典对于现代人的阅读与吸收其实都不是很方便，所以就由阿吴来当个媒介，介绍一些已经快失传的方法吧。该经也算是群经中的奇葩了，既命名为禅密要法，但内容却没有讲到半点禅，没有提到什么奥义，没有心经对空性的言简意赅，没有金刚经的精辟深入，没有法华经的壮丽滂沱。该经内容尽是一些烂肉腐肉、血水与死人骨头，大家有没有想过这是为什么呢？既称禅密，内容却是死人骨头和恶心的虫虫，这里面大有秘密。这是一本给实修者的练习操作手册，不说理，只讲练习步骤，只有真正实修过的人才能从中领会出奥义与神奇之处。接下来让阿吴慢慢说给你听。身体这个载体对于修行者而言是重要的，如果你太过迷恋它、认同它，那么身体会成为进化的阻碍。但如果你忽略它、逃避它，不好好照顾它，身体依然会成为你修炼的阻碍。每个人的身体基因也和2个家族以上业力有着紧密的关系，这是一种共业，属于家族共业。你身体有着你祖先所留下来的基因，你或许一直认为你是自由的，你是一个个体，你可以自己决定自己的喜好是什么。但你错了，在你尚未变得有意识前，每个人最直接都受到他的家族业力深深影响着。一般人们真正可以自己决定的比例，其实少得可怜。这不只是因为每个家族再到家庭固有的文化与气氛的关系，这远比你想的更严重。你的记忆不只存在于头脑里，在身体的每个细胞都存在着记忆。这些细胞会记着无始以来所发生的所有事情，所有发生过的事和感觉都会被记录在某个巨大的收藏库里。你的身体来自于你祖先的细胞，它们本身就带有许多以往的资讯，并非你这一世的，也并非你可以感知到的。
但它们无时无刻在影响你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模式。这些阴魂不散的鬼，纠缠不清的父辈母辈能量并没有好与不好，因为有这些，你才能在这个星球上生存着。如果你在毫无意识下，你就是这业力与记忆模式的傀儡，然后整天以为自己有自由意志，以为自己的个性就是这样独一无二。人们总是以为自己的个性最能代表自己。不，你的个性本身并不是你，它是被安装在你身上的软体的运作系统。真正的你在哪里呢？如果你开始意识到这点，深刻地了解这点，这些引舞者就会渐渐成为你的转化进化的工具。白骨观，此方法最初的成效就是让你忘身，空掉这个身体。当你能空掉这个身体时，父辈母辈、祖先们所被你传承的记忆与能量业力就会被渐渐化解，并与你产生了距离。当你在练习时能忘身，此时只剩下头脑还有轻微的思想运作，你因此有了初步真正自由的感觉。这就是转化的开始。其他的静心方法也可以做得到，但要持续稳定的在静坐时能达忘身程度，可能要练习好几年才会做到。白骨观却可以让你很快的达到，这也是阿吴要推荐给你此方法的原因。在现代，白骨观是属于比较小众的法门，修习此法的人并不多。原因在于现代的人们多喜欢外表美好、看起来神圣神秘的方法，例如观想各种彩色的光，例如显化的丰盛等等。但在这些好看的方法，其实并不适合许多初修行的修行人们，也不是用贪嗔痴各种习气太重的人们。有时候，人们反而贪恋这些好看方法的外观与形式，反而与真正的修行原则背道而驰了。白骨观不净观，让你去观想一些恶心、臭臭又恐怖的臭皮囊，看起来就很不入流、很 low， 以至于无人问津。一个是显化丰盛、金钱多多的显化法则，一个是整天想死人骨头的白骨观。人们当然会趋之若鹜地选择金钱多多的方法，谁会想要怪里怪气的想死人骨头啊？但这就是世人颠倒与愚痴的地方。你操作多年，市面上教的显化法则已经让你到丰盛之地了吗？佛陀教的白骨观真的会让你最后只剩下一堆烂肉血水吗？世人不知，这两者刚刚好相反。市面上的显化法若操作不好，可能会带你到白骨种，而白骨观若好好练习，却会带你到灵性自由且丰盛的处所。让阿吴好好来介绍一下白骨观。如果你的修行进度长期没什么明显的进步，阿吴来告诉你为何白骨观适合你。一、步骤简单具体明确。你是否有过想要修炼某一项灵性修行的方法时，却始终不得其门而入？有的宗教只要你信，只要你拜，完全没有一完整有系统的方法。另外有许多道书写得非常隐晦，神神秘秘的，总是不说明那些代号是什么，让人摸不着头绪，只能自己脑补胡乱猜测。白骨观从不拐弯抹角，也完全没有刻意的隐瞒修炼的内容。只要你能发挥想象力，白骨观练习的操作没有那些虚无缥缈的专有名词要去厘清与感受。什么气啊，什么文性啊，什么能量的，这些在你听起来都很遥远，不易去感受。白骨观的操作却是实打实的具体明确，它以你的全身身体来做操演。只要你可以观想得出来，那就按照顺序 ABC 的具体操作流程，就可以有不错的成果。二、白骨观从最基础，也就是从你的色身、你的身体来着手。最初的就是最后的，最简单的也是最高深的，这是修行人容易忽略的。佛陀所说四念住，或又称四念处，是指修行时从观身、受、心、法来依序着手，也就是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白骨观就是从四念住的第一个观身不净开始来着手。很多人一开始修行，马上眼高手低，一上台就说着要无常，要无我了，马上把别人实修证道的成果放到自己身上，把别人的果当做自己的。然而用说的当然很容易，
但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却很骨感。嘴巴说无我，生活中却处处都有我。这是因为没有好好如实来修行，只会耍嘴皮子，这样的大修行家，相信大家都看过。白骨观是从最基本的，也最重要的开始着手练习。很多人以为从最基础的开始练，要很久才会有成果，不，最基础才是最快的方法。那些花拳绣腿的，练了几十年，进步都是缓慢且有限的。3. 白骨观可以快速成就忘身的境界到无我的境界。白骨观其实是可以快速的有所成就，一般人在静坐时要达到忘身以至于无我的境界，可能需要很久。如果你把白骨观观想了起来，要达忘身的境界，只要2-3个礼拜到2-3个月可以达到了，这比许多修行法门都还快很多。其原因有2：第一，白骨观从人们最贪恋的身体着手，根本病源得到解放，后面的修行就会如鱼得水。每个人都爱自己，尤其被这个身体的各种感受所处处牵引影响着。当你肚子饿了，会影响你的心情；当身体觉得太热时，你会烦躁；当身体病痛时，你会忧虑与焦虑；当你在冬天泡完温泉，身体得到了放松，你也会感到轻松自在。你的身体虽然不是你，但对于每个人此生的精神心灵影响太大了，我们需要好好照顾它，使这个机器达到平衡的状态，这样才对你的灵性成长是个助力。第2，此法门操作方式与顺序具体、简单、明了，没有含糊不清的暧昧语言。阿吴说句玩笑话，白骨观特别适合那些悟性不高的、佛法领略力较低的修行者。大家不必不好意思，因为这样的人占所有修行人95%以上，毕竟上根立志的人是非常少数的。绝大多数的人都是一步步慢慢领会与练习，慢慢越来越有意识，越来越摆脱业力的。但我也跟大家说，上根立志的修行者反而都抢着从最根本的白骨观开始修习，因为他们都知道这是简单可以快速成就的大法门。也就是说，只有好高骛远、短视尽力的人们一开始才会走比较华丽、看起来美好的修行方式，那就是现代灵性圈的修行人总是进步很慢，甚至好几年都停在原地的原因。4. 白骨观容易引发神通。我们在之前能量魔法的课程里有说到，得定，头脑的止息容易引发神通。一开始修白骨观时，容易把你的思想心系一处，这样你就容易进入安静、头脑止息的境界。再进一步的忘身境界，就容易不再认同整个身体包括头脑，这就容易让你的能量与宇宙的能量产生共振，进而出现一些神通的现象。这堂课我们说到了为何现代修行者总是在实质的修炼上进步缓慢，明明已经认真投入灵性的练习3-4年了，却无法更上一层楼。在地球持续转化的现在，其实只要观念对了，方法练正确了，要进步是比过往任何时代都要容易。这是一个精彩的时代，有毁灭也会有重生，希望大家把握时机，跟上脚步。下课喽，拜拜。